我把自己摆到了校园网的拍卖行列之中，一顿饭的价格是300元，一次约会则要500元。体育课上，那些贵族子弟们凑在一起对我品头论足，平日里瞧着那般清高，原来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家世最为优越的贺延彻最后冷淡地做出了总结：轻浮又廉价、爱慕虚荣的下等人。我故意撞到了贺延彻的身上，眨着眼睛将自己的手机号塞进了他的手心。放学后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：当女朋友得多少钱？当我看到这条陌生的短信时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。对方或许是看到我这么久都没有回复，又发来一条信息：钱不是问题，开个价吧。我搓了搓被冻得通红的手指，回复道：是按天算还是按月算呢？那边很快回复了一个问号，似乎一直在盯着手机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按天的话每天1000元，按月的话每月28000元，续月还可以打9折。像是被我说的话给接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那边才回复道：你还真是把价格标得清清楚楚啊。等了半个小时的公交都还没有来，我被冻得有些不耐烦了。要不要？不要的话我就删掉喽。那边发来一串省略号，紧接着又发来一条信息：要先订1个月，晚上8点来这里。我点开查看对方发来的位置，是一个酒吧。行，我打下一个字，收起手机，上了公交车。当我走进酒吧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那些穿着各式各样精致服装的男男女女们十分吵闹，震天的歌声让我的耳朵都快受不了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按照手机上收到的包厢号往里面走去。推开门进去后，周围瞬间安静了许多，浓厚的酒味扑面而来，我被熏得咳嗽了一声。过来，我抬起头，7、8个穿着不凡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发上。我认出了他们，他们是金字塔尖上的那群人，也是我的同校同学。喊我的是简家的小少爷。随着他的声音，几个正在聊天的人也转过头来看向我。我就说他会乖乖过来吧。看到我走过来，简一宁得意地挑了挑眉毛，嘲讽道：夏初，你可真是架子够大的，这都快9点了才来。简一宁拍了拍旁边的沙发，示意我坐过去。我没有动。简一宁的脸色慢慢地变得很难看，冷笑一声，抬起下巴：都已经来了，还装什么清高的架子？难道还需要我请你吗？我没有理会他，看向他旁边的人，平静地问道：是你发的短信？简一宁说话的时候，贺延彻也在看着我。等到我问他，他不急不缓地放下手上的酒杯，笑了一声，很干脆地承认道：是我。我没有吭声，直接走过去坐到了他的旁边。晚上11点前我要回家，先付定金1万元，我只陪你在这里，喝酒的价钱另外算。贺延彻没想到我第一句话是这样，愣了一下。你真的是……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低下头摆弄了一下手机。下一秒我收到了转账消息，已转账5万元，剩下的钱算买你今晚的，喝酒不许拒绝。我收下转账，嗯了一声。简一宁见我不理他，有些生气，拎了一瓶酒放在我面前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我们学校的人都知道校花这么缺钱吗？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喝多少。旁边的人也围了过来，一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女人，笑嘻嘻地凑了上来。这不是我们年级第1的校花吗？那喝酒也得是第1吧。妈的，之前老子跟你说话你理都不理，现在还不是乖乖坐在这里？还是贺少有手段啊，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，还不是为了钱巴巴地凑上来。我抓起瓶子，没有用酒杯，仰起头直接灌了下去。一瓶下去，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看到我这样，周围的人更加兴奋了。服务员，再开10瓶，快点，继续喝。我没有吭声，又抓起1瓶。这群人的戏谑声更大了，就连他们怀里的女人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怜悯。在我喝到第5瓶的时候，贺延彻终于懒洋洋地开口制止了：好了，这是我女朋友，给我个面子。起哄的声音这才渐渐消停下来。简一宁摸了摸手腕，啧了一声：1天1000元，夏初，你可真够便宜的，要不然下个月跟我给你加1000元，考虑一下。浓浓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我盯着简一宁，摇了摇头：你的话，1天1万元。你……简一宁的脸色变了，被我激怒一般，声音拔高：夏初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，故意的吧？到我这里要这么多？1万块钱对于简家小少爷来说当然不算多，他打个牌一晚上随随便便就能扔进去几10万。他是觉得丢了面子，因为我的区别对待，从现在开始1天2万元，出不起就别来烦我。我懒得理他了，低下头用手机回信息。简一宁瞪了我一眼，坐到一旁生闷气。包厢的人已经又开始玩了起来，女人的娇笑声响成一片。在这份嘈杂中，简一宁突然开口：也不是不行，那说好下个月。夏初，贺延彻打断了简一宁的话，转过头平静地问我：能站起来吗？11点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外套，跟着贺延彻走出了包厢。睡了一觉醒来，脑袋晕乎乎的，这是前1天喝多了酒的后遗症。我揉了揉脑袋，强撑着爬起来，急匆匆地踩着上课铃进入了教室。我和贺延彻开始了男女朋友关系。我每天都会按时给他发早安和晚安。他在体育课打球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拿外套送水。下课时，贺延彻漫不经心地说道：中午一起吃饭。我嗯了一声，抬起手用毛巾给他擦汗。吃饭另外算，一次100元，你出饭钱？你就这么缺钱吗？贺延彻顿了一下，眼里露出讽刺的神色，嗤笑一声，拿起手机赚了我1万元，买你1个月，多的算小费。贺延彻家世优越，每次出现周围都会跟着一群人，
都是他们圈子里的贵族子弟，看到我出现，总会露出暧昧戏谑的眼神，其中以简一宁最为张扬，每次见我都要阴阳怪气几句，我一律都当作没听见。在当贺延彻女朋友的第20天，贺延彻的生日到来，他是独生子，父母极其宠溺他，据说要给他举办一个极其盛大的生日宴会。放学时，贺延彻叫住了我，后天我过生日，我让司机去接你，下午早点来。我看了看日期，摇了摇头，那天不行，我有事情。贺延彻一脚踹到前桌的椅子上，给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吭声。能有什么事情？我过生日你都不来，夏初，你在跟我闹着玩吗？贺延彻笑了起来，露出森白的牙齿。这段时间我一直谨记女朋友的义务，十分乖顺地捧着她，关心她，哄着她，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她。看着贺延彻愤怒的样子，我依旧摇了摇头。那时候实在没办法呀，之后我肯定给你补上。行，你快说，到底咋回事？我默默不语。贺延彻突然站起身，我还以为他要揍我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他瞧见我的举动，脸色更难看了，紧接着又朝桌子踹了一脚，声响震天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跟在他身旁的小弟笑嘻嘻地站起身，都拿了钱，还装啥呀？他毫无顾忌地提高音量，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甩到我脸上，眼神中满是轻蔑。不就是还想要钱吗？给，明天给贺少道歉去。全班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，我神情平静，蹲下身子，将一张张钞票仔细地捡起来。走到简一宁身边时，轻声开口：“麻烦让一下，踩到东西了。”简一宁就像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猛地跳起来，露出被踩着的钞票，看着我低头捡起，他的神色有些复杂，双手抱胸。夏初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。晚上我给贺延彻发的晚安他没回，第2天早上的早安也没回。我走进教室，嘈杂的声音瞬间小了下来。贺延彻正懒散地玩着手机，我走到他面前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今天没在校门口等我？”这段时间我一直和贺延彻形影不离，在别人眼里倒真像一对普通的情侣。贺延彻眼皮都没抬，仿佛没听见。我看了看他的耳边，没戴耳机，那就肯定是故意的。贺延彻的同桌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干笑一声，找了个借口跑到了别的座位。我坐下，偏过头，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为什么不理我？我发的消息你也不回？”贺延彻猛地将手机砸在桌子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他冷笑一声，掀起眼皮，语气中满是嘲讽：“夏初，我把钱扔到湖里，还能听个响呢？找你当女朋友，连个生日聚会都要推3阻4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？”贺延彻看起来心情很糟糕，以往带笑的嘴角此刻也没了弧度。我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贺延彻不说话，依旧冷冷地盯着我。我把旁边的包拿过来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递到他面前。他皱起眉头，眼中浮现出疑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打开盖子，突然笑了一声：“夏初，这质地粗糙，颜色老土，在我家当抹布都不够格。这是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贺延彻听到我的话微微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眼睛睁得更大了些。“这是你自己织的。”见我不说话，贺延彻把盒子放在课桌上，身体放松地斜靠在桌边，调侃起来：“虽然很廉价，但算你有点良心，还知道准备礼物，我就勉强收下吧。不过你应该明天再给我，现在给我算怎么回事？笨死了。”贺延彻虽然在骂我，但语气中并没有多少生气的意思，反而还有些高兴的意味。我看他心情还不错，便问他：“你还在生气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？是你自己非要过来道歉的？那明天我请1天假，你放心，明天的钱我会退给你的。”周围安静下来，我不明白贺延彻的脸色为何又变了。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漆黑的瞳孔中透着阴沉，有些吓人。“夏初，你可真行！”贺延彻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几个字，猛地站起身，拿起盒子朝教室后面的垃圾桶扔过去，一声巨响把旁边的人吓得浑身一抖。离得最近的人想去捡，被贺延彻一声怒吼镇住，手臂僵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。我看谁敢捡，捡了就是跟我作对，垃圾就该待在他该待的地方。贺延彻转头死死地盯着我，目光冰冷，仿佛要在我身上戳出一个洞。“笑话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以为谁会在乎你啊？夏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再看到你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把后桌被撞到地上的课本捡起来，轻声说了句抱歉，直起身子看向贺延彻，问道：“这是要结束的意思吗？那剩下的钱我会退给你的，以后就按日结退。”滚！贺延彻朝我怒吼一声，眼睛通红，抓起外套狠狠地撞开，我往门外走去，关门声震耳欲聋。回到座位上，我把剩下的钱转了过去，放学时拿出手机，贺延彻一直没开机，聊天界面只有零散的几个转账记录。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后桌的男生凑过来，嘻嘻哈哈的笑：“学霸，借你的数学笔记看看呗。”我拿出笔记扔给他，头也不抬：“借1天200，现金还是转账？”那男生也不意外，痛快的扫了付款码就拿走了。他的同桌是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，叫甜甜。看到他走远，转头看着我：“夏初，英语试卷我看完了，还给你。”我应了一声，接过试卷看也没看，就塞进课桌里。甜甜像是有话要说，犹豫了好半天才开口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收费呢？我也应该像他一样给你的。”甜甜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几分不安：“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我可以借给你的，我存了很多零花钱呢。”
我揉了揉他的脑袋，难得露出一个笑容。你已经付过了。我第一次走进教室就被突然砸下来的水桶浇了个透心凉，唯一一个给我外套的女孩。可是，你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是怎么说你的。甜甜急切的话语被我抬手打断。我当然知道我的名声、虚伪、拜金、势力，被人指指点点，被人鄙夷轻视。我笑了笑，他们说的对，你该离我远一点。苍白的白炽灯反射在玻璃上，我用温热的毛巾仔细地给病床上的人擦拭着手脚。林小姐，明天早上8点，我们会为患者进行第2阶段的针灸治疗。我应了一声，放下毛巾，询问护士：这次疗程结束他会醒过来吗？护士摇了摇头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安慰：我不能给你保证，不过患者的情况这段时间很稳定，是有醒过来的可能的。有醒过来的可能，但没说可能性有多大。植物人本来就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，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。不是说最近研制出一种新型治疗手段吗？据说效果很不错呢。那只是在试验阶段，而且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有效。我只能说医学在不断发展，但发展的进度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。我沉默下来，又转头看向病床上安静躺着面色苍白的年轻人，深吸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努力克制住内心的酸楚。好的，我明天会一整天都陪在这里的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用最好的设备和药物，钱不用担心。贺延彻已经5天没联系我了，也没来上学。我猜测他可能腻了，这很正常。这些贵族子弟总是3分钟热度。没想到的是，下课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那边声音很嘈杂，还伴随着呼啸的风声。我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经常跟在贺延彻身边的那群2代们之一，叫许星辰。下出7点来封山，贺少叫你过去，早点来，别迟到。许星辰的声音笑嘻嘻的，语气很随意，就像在吩咐他笃定我会过去，甚至没等我回答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沉思片刻，贺延彻还没接收我的转账呢。按理来说，我现在依旧是他的女朋友呀，可前几天他那副要断绝关系的模样，今天怎么又突然找我来了呢？贺延彻这人啊，就跟天气似的，说变就变，阴晴不定的很。我赶到峰山脚下的时候，这儿已经停了7、8辆跑车了，把马路堵得严严实实的。贺延彻瞧见我，愣了一下，转头问旁边的人：“是你叫他来的那个人，正是给我打电话的许星辰？”他笑着摊开手，无辜地说：“叫过来一起玩玩嘛，你不是说人多热闹吗？”贺延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我看了看许星辰，又瞅了瞅贺延彻，说道：“要是不用我在这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”站住！谁准许你走了？贺延彻吼了一嗓子，拉着我的手腕，拽着我快步往前走去。拉开旁边的车门，几下就把我塞进了副驾驶座，语气十分凶狠：“来了就给我陪着我赛车。我记得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，现在给我坐好，没我的允许，哪儿都不许去。”那些围着7、8辆跑车，打扮得很时尚的年轻人，我基本上都认识。他们经常跟在贺延彻身边，他们明显也认出我来了，跟看热闹似的，斜靠在车门处，凑在一起嬉笑。那不是夏初吗？好几天没见了，我还以为他跟贺少分手了呢。他哪舍得离开贺少这个摇钱树呀？在那拿瞧呢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有人凑到许星辰面前，语气八卦，还带着点兴奋，问道：“许少，你怎么把他叫过来的呀？该不会也给他钱了吧？10万、20万？”许星辰没说他是以贺延彻的名义叫我来的，点起一根烟，嘲笑了一声，声音懒洋洋的：“1万我都觉得多了，他比你们想象的还要便宜呢。”贺延彻去了另一边，他们的声音就越发肆无忌惮了，好像根本不在意我能不能听到一样。我瞥了那群人一眼，停了3秒钟，便收回了视线。峰山的赛车道修缮得很不错，一群人吵吵闹闹的玩了2个小时，最后还觉得不过瘾，几个人嚷嚷着要去别的地方跑。他们偏离了大道，把车开到了半山腰。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路面开始变窄变陡。贺延彻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，车开得飞快，就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好几次都差点撞到凸起的石壁，又硬生生的来了个大转弯，耳边全是呼啸的风声。贺延彻，停下，我要下车。我的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，冷着脸喝声道：“要死你自己去死，我没义务陪你一起玩命。”我的声音太冷淡了，贺延彻眼中的兴奋稍微消散了些，转过头盯着我看了好久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可看到我额头上的汗，他的瞳孔微微颤抖了一下，踩下刹车，把我扔在了旁边的路上。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条路我都来来回回跑了3、4趟了，能出什么事啊？后面的人看到贺延彻的车停了，也纷纷停下，探出脑袋询问怎么回事。贺延彻回过头说道：“行了，就从这里开始吧，谁最先到山顶，就算谁赢。”他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脸色有些不自然，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们，这条路不长，我回来最多半个小时。”贺延彻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，还想说些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关上了车门。夜里的峰山格外安静，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盯着月光发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时间仿佛很长，又仿佛很短。远处突然出现一道亮光，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跑车轰鸣声，越来越近。就在离我200多米的地方，我几乎都能听到有人放肆的大笑声时，突然发生了变故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突然出现在了路面上，为首的那辆车猛地踩下刹车，可车速太快了，车手根本控制不住方向，在火光之中直接撞上了山顶，车头几乎整个都陷了进去。后
后面的车辆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但距离太近了，手上疯狂地打方向盘，一阵令人牙酸的车轮摩擦声过后，直接就撞了上去。一辆接着一辆，狭窄的道路上根本没给人反应的时间。轰隆轰隆的声音，警铃声响成一片。等声音逐渐平息下来，道路上的画面极其震撼，7、8辆车撞在了一起，空中升起了不祥的黑烟。往日里嚣张跋扈的贵族子弟们，如今一个个都被卡在驾驶座里，昏迷不醒。贺延彻的情况最为严重，此时他的额头上满是鲜血，生死未卜。行驶在最后的那辆车损伤较轻，许星辰的手指动了动，在模糊的视线中看到我走了过来，下出。许星辰一条腿被卡在座椅中间，动弹不得。他是在场唯一一个还清醒着的人，强撑着睁开眼睛，抬头看着我。贺少，你快把他拖出来，跑车很可能会爆炸，还有简一宁，嗨嗨。许星辰疼得脸色煞白，止不住的咳嗽着，快呀，要来不及了。我没有动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许星辰。许星辰触碰到我的眼神，僵住了，忍不住哆嗦起来。夏初，你为什么不动呀？你听到我们说话了吗？许星辰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他尝试着把腿拔出来，但根本没有力气，反而疼得脸色更加苍白。他眼神中充满了惶恐。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开个玩笑。许星辰自己都快说不下去了。他当然知道他们这群人对我的态度，鄙夷、蔑视，毫不留情地羞辱我。失血带来的眩晕让他的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了。他看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，眼睛逐渐暗淡下去。在昏死前问出了最后一句话：你会救我们吗？医院2楼的高级病房内，床上昏迷着的人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幸好及时做了止血处理，不然就算送到医院也回天乏术。医生感慨道：你们所在的地方没有信号，那小姑娘硬是背着你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到大路边，你们也真是运气好，刚好有车经过，不然等救护车来可就来不及了。贺延彻脑袋上缠着纱布，脸色苍白，沙哑着声音问道：他人呢？隔壁躺着呢，你们8个加起来100多斤呢，就靠那小姑娘一个人硬生生的拖到了安全距离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小姑娘已经累得虚脱了，那脸色跟你们受伤的人也差不了多少。贺延彻抿了抿嘴唇，挣扎着想要下来，被医生狠狠地按住，厉声呵斥：他伤还没好，不能乱动。相比起其他人，我只是脱力了，打了几瓶葡萄糖，躺了1天，身体基本就恢复过来了。醒来我就去学校了。2周后，贺延彻他们几个人也陆续出现在了学校。我走到座位上，发现上面摆放着面包和牛奶。我愣了一下，抬头望向四周，给你带的早餐。贺延彻的一个小弟有些别扭地走到我面前，他胳膊上还打着石膏，也不看我，盯着天花板。要不是对面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还以为他是在跟别人说话呢。把这些东西拿走。为什么啊？那个小弟着急了，也顾不得之前的别扭，急切地问我：是不喜欢牛奶吗？那我明天给你带豆浆吧，要不要加糖呢？我摇了摇头，把东西塞到他手里，然后坐下来拿出课本，开始预习起来。这个小弟平日里行事很是张扬，现在被人这样驳了面子，要是换做以前，他早就发火了。班里的人都等着看笑话呢，没想到他只是握了握拳，又巴巴地凑到我面前：不吃就不吃呗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我现在就去给你买。萧音，贺延彻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站在萧音身后，说话毫不留情：马上要上课了，赶紧回到你的座位上去。萧音明显很不情愿离开，但他又怕贺延彻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转身走了。我旁边的人让出了位子，贺延彻直接坐了下来。他盯着桌面，声音闷闷的：医生说你把我救出来了。我不在意的应了一声，继续做我的题。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，没想到。贺延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，显得有些别扭。他支吾了半天，才低声说道：反正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生日的事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我脾气也不是很差，只要你别再瞒着我。贺延彻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他在我耳边说话总是会打断我的解题思路，我干脆放下笔，直视着他。1个月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的交易也已经结束了，你不用特意跑过来跟我说这些话，没什么意义的。而且上课铃声都响了，你占了我同桌的位子。贺延彻的脸色变得铁青，他的手掌握成了拳头，瞪了我好久，然后站起身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的面前突然坐下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夏初，你就吃这些东西啊？简一宁嫌弃的声音传来。我打的是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，1荤2素，是专门供给贫困生的那种，1份只要5元。其实味道还不错呢，不过在这些有钱人眼里，确实显得很寒酸。平时你赚那么多钱，怎么都不舍得吃点好的呢？简一宁笑嘻嘻的，他面前摆的是家里送来的饭菜，摆盘精致，食材也很昂贵。来，吃这个吧，我专门让管家做的，这虾早上刚空运过来的。说着，他就要把饭菜往我面前推。就在他动手之前，许星辰先一步把饭盒放到了我面前。他不喜欢你不知道吗？他从来都不要带虾的菜，吃这个吧。我记得你很喜欢吃牛肉的，对吧？许星辰见我看他，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那笑容竟显得有些讨好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许星辰莫名的羞涩起来。要是你喜欢，我每天都给你送。
你想吃什么都行，反正我也吃差不多了。干脆放下筷子。我的视线依次扫过许星辰、贺延彻和简一宁，他们3个人被我看得不由挺直了腰。我语气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”3人对视了一眼，旁边的几个人也围了过来。许星辰首先站起身，垂下了眼睛。夏初，我们想谢谢你，我以为你会冷眼旁观，没想到。许星辰说的含糊其辞，突然给我鞠了一个躬。旁边的几个人也纷纷跟着鞠了下去。他们的动静太大了，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，偌大的食堂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简一宁开口说道：“之前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不应该那样说你。我也是，我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最后开口的是那个曾经拿钱甩我的人，他的脖子还缠着绷带，晚上要是止血不及时，他这条命都难保。他的脸长得通红，难以启齿般嗫嚅了半天，突然抓住我的手：“夏初，以前的事，你想怎么打我都可以，我绝对不会还手的。”8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，目光中流露着期盼和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我不明白这群人又发什么疯，看了看时间，留下一句无聊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我在班里的地位变得有些微妙起来，一下课就有几个人争着要去给我接水，桌子上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礼物和零食。体育课上，许星辰和简一宁因为谁跟我一起打羽毛球差点打起来，最后还是贺延彻铁青着脸把2个人都拽走了。在拐角处，我听到隔壁班的几个人在议论我，还伴随着吓人的笑声。哟，这是又傍上大款了呀！徐少、江少都巴巴地围着他转，谁让他长得那么好看呢？跟个天仙似的。啧，谁知道他床上是不是更带劲？我还没听几句，那边就突然传来惨叫声，贺延彻一拳一个，他的眼睛充血，显得十分暴躁。许星辰一脚摔过去，冷笑一声：“这么喜欢背后说人坏话，要不要我教教你怎么做人？”眼看着那几个人被打得进气多出气少，贺延彻才不解气地停下了手，哼了一声。正巧他看到不远处走来的我，夏初。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几个人瞬间站直了身子，看起来局促不安。简一宁急忙开口说道：“是他们出言不逊，我们才……”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我根本没在意他在说什么，只是平静地往教室走去。走过贺延彻身边的时候，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：“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”贺延彻目光深沉，握住我的手腕很用力。我想了想，也没说错，我确实缺钱，而且我环视了一下周围，和我目光对上的人不自觉地低下了头。他们说的比起你们之前说的好听多了。几个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简一宁踉跄了一下，想要走上前，却被许星辰拦住了。我觉得有些烦了，这是高3的最后半年，我只希望能够在高考中考上一个好学校。那些无关的人和事都是累赘，我干脆挑明了说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救。我还没有冷血到看到有人死在我面前而无动于衷。而且，你们家世好，我知道救你们对我有利。8个人，每家都给了我1000万作为谢礼。你们没欠我什么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不要给我造成困扰，谢谢。桌子上的礼物和零食终于不见了，那些硬挤着往我身边凑的人也消失了。但我上课时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一转头就能看到几道鬼祟的视线，却又若无其事地离开。不过只要他们不来打扰我学习，我就当作没看见。收到医院的消息的时候，月考成绩刚出来，班主任说如果能保持这个成绩，考上清华是没问题的。我敷衍地应了一声，走出办公室就飞奔去了医院。那款药开始批准使用了，医院最近准备进购一批，只是一个疗程的花费非常昂贵。林小姐，你确定要给病人使用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医生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，不过救了那些人之后得到的报酬足以负担得起。我最担心的还是药效，钱根本不是问题，医生你一定要尽全力救他，他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。林小姐别担心，作为医生，我们对待每一位病人都会全力以赴去治疗的。正在说着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，病房的门被人猛地推开，一道焦急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夏初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来医院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？”贺延彻看到好好站着的我，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大步走了过来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有人跟我说看到你在医院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跟医生交流着，他胃不太好，这款药会不会对胃产生刺激啊？还有他的腿之前骨折过。贺延彻见我不理他，有些生气了。等到医生离开后，他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”我没有搭理他，走到病床前，拿起毛巾给病床上的人擦拭着。这是谁啊？是你的亲人吗？不是。不是，你干嘛这么照顾他啊？你平时挣的钱不会都是用来给他治病的吧？这个医院可不便宜呢，你们又非亲非故的。贺延彻的脸色越来越差，他的视线死死地盯着病床上的人，那消瘦的身形都无法掩盖他优越的五官。贺延彻看着床头粘贴的名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出来：沈离。他的余光中看到一抹亮色，在椅子上放着一条橙色的围巾，相比于他自己的那条，这条围巾的针线更加细密，做工也更加一丝不苟。贺延彻愣住了，他仿佛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。贺延彻的眼睛通红，身体忍不住地颤抖着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声音嘶哑的像是要哭出来一样：“
我的礼物是你他妈的用来练手的吗？甜甜曾经夸赞过我的皮肤很白，她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还以为我是刚转学过来的富家小姐呢，但实际上我并不是。我家非常穷，父亲的腿有残疾，母亲又好吃懒做，他们俩靠着每个月800块的救济金艰难地维持着生活。父母结婚10年，终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可惜男孩是个死胎，活下来的是我一个女孩。在他们看来，我就是个废粮食又没用的存在。隔壁的婶子过来嘲笑母亲，说她母鸡不下蛋，一辈子都生不出儿子。母亲听了之后，关上门，铁青着脸，一边骂我，一边狠狠地打我。我的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痕。父亲觉得是我夺走了弟弟的性命，所以对我从来没有过好脸色。每次喝醉酒回来，就是一顿毒打，骂我是个赔钱货。母亲被亲戚嘲笑，就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到我身上。我的胳膊上布满了掐痕，那些淤青常年累月都无法消除。如果不是上学不需要学费，我早就被关在家里干活了。但即便如此，父亲也不情愿。要不是校长亲自找上门，塞给他300块钱，我肯定是上不了学的。校长是我们村里唯一走出大山去上大学的人，他长得瘦小，但性格却很强硬。毕业后，他回到县里教书。我不是他叫回来的第一个学生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沈黎的情况和我差不多，但他的家庭更加复杂一些。他的父母出了车祸，被伯父一家收养了。他很能打架，长得也很凶，我有点怕他。后来有一次放学，我看到他在小巷里喂流浪狗，脸上还带着淤青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那流浪狗看到我后，欢快地跑过来，亲密地蹭着我的腿。我们2个都没有说话，但从那之后，放学后我们经常会遇见。我们彼此互不干涉。他用绷带包扎着伤口，我默默地背着课文。我不想回家，是因为害怕父亲的打骂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。15岁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我看到母亲满脸殷切地起身，跟那个人讨价还价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母亲想从舅舅家过继一个男孩，条件是给舅舅家10万块钱，而我嫁给瘸子的彩礼刚好是10万块。家里有了男孩，而我只需要嫁给隔壁村的老瘸子，这样就可以皆大欢喜了。但是那个瘸子脑子有点问题，他的上一任媳妇就是被他打死的，所以才会出这么高的彩礼。10万块钱在我们这个贫困的县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我想继续上学，即便要走5公里的山路，但我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沈黎站在了我的面前，他长得很高，远超同龄人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伸出了手。你妈要把你卖了，我伯父要我给他的儿子换肾，哭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就跟我一起逃出去吧。跟我走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们挤在一个每月300块的地下室里，那里潮湿阴暗，一点光都透不进来。沈黎出去找活干，但是一个没有学历的未成年人，谁都不愿意要他。没有办法，他跟着街道上的小混混，以此换取一些钱。每次他都是带着一身伤回来，没钱买药，只能咬着牙硬撑着熬过去。1个月后，我和沈黎第一次吵了起来，而且吵得很凶。我想去街上的美发店，老板跟我说包吃，3个月后转正还会给我发工资。沈黎不同意，他把我关在家里，发了狠地说我脑子不清醒。整条街的人都知道那个老板老奸巨猾。我真以为自己能当个正经的洗头小妹吗？我用更大的声音吼了回去。我问他那该怎么办？靠他一个人跟小混混在一起吗？然后让我每天躲在屋里担惊受怕，等到哪一天去街上一直寻他吗？沈黎沉默了，他出去了1夜都没有回来。第2天，沈黎拽着我来到了一个地方，把新买的书包塞到我的怀里，推着我走进了大门。我找人给你弄好了学籍，你就好好上学吧，别再一天天胡思乱想了。要是再敢说要去美发店，小心我揍你。我咬着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瞪着沈黎。你找谁弄的学籍？是那些混混吗？他们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帮你？他们是不是要钱了？要多少？沈黎笑了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。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不用操心，虎哥说可以先欠着，你好好上学就行了。我记得你成绩很好的，不像我，上课1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沈黎在骗我，他远比我聪明。他虽然经常打惹事，但成绩却总是年级第1。后来他开始缺口，经常在学校不见人影，大家这才渐渐忘记了他，提起他的时候也只有坏学生这3个字。我刚转进学校的时候，因为操着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，穿着又老土又寒酸，班里的人都不太愿意跟我说话。后来班里有个男生当着全班的面跟我表白，我拒绝了他，他恼羞成怒，带领着全班的人欺负我。体育课上没人愿意和我组队，走在教室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故意绊倒我让我摔倒，当着我的面骂我寒酸清高。我默默地忍受着，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走进教室，看到我的座位上飘满了纸屑，我的课本被撕碎了，卷子被扯烂了，桌面上还被泼了水，我写的笔记全部都湿透了。我当时仿佛着了魔一般，猛地扑向那个男生，硬生生从他的脖子上咬下了一块肉。我双眼通红，死死地盯着他，语气中充满了恨意。你们想干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为什么要打扰我学习？你们怎么敢的？怎么敢撕我的书？
5、6个人上来拉我，都没能把我拉开。眼看着那个男生血流得越来越多，最后竟然把年级主任也惊动了过来。那个男生的家长眼神中仿佛要喷出火来，大声吼着：如果他的儿子出了什么事，就要我给他儿子赔命。我挺直了腰板，嘴角还残留着鲜血，一字一顿地盯着男生的家长。校园霸凌、性骚扰，明天我就拉着横幅撞死在你家门口。如果你们想把事情闹大，我奉陪到底。班主任连忙走上前来，安抚着家长的情绪，苦口婆心的让我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抿了抿嘴唇，说道：赔偿我的书384块钱，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我哥哥。那个男生伤好之后转了学，从那天起，班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畏惧，周围1米之内都不敢有人靠近，但我并不在意，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。我是班里最早来学校的学生，也是最晚离开的学生。沈离不再和那群混混混在一起了，他迫切的需要钱来偿还债务，每月他要还给虎哥3000块钱，还要负担我的学费、生活费和课本费。他去了工地搬砖，因为工地可以日结工资，一天能有200块。沈离长得很高，虽然年纪和我一样，但却比我高出一个头。包工头原本看他年纪太小，不愿意要他，但沈离说他只要150块，而且他会比其他工人干得更多。包工头让他试了1天工，最后略带满意的让他留了下来。超市在8点半以后会打折，白菜3块钱1颗，挂面5块钱1包，可以吃2天。批发市场的短袖39元2件，虽然是黑色的会掉色，但很耐脏。地下室没有桌子，正好遇到别人不要的破柜子，沈离把它拿回家，敲敲打打，竟然还勉强多做出了一个凳子。房间里透不进光，也没有暖气，即使盖着2层棉被，手脚还是冰冷的。沈离用毯子紧紧地裹着我，又往我怀里塞了一个热水袋。衣服是最难洗的，没有洗衣机，冰冷的水总是拧不干，搭在屋里1周都干不了，还带着潮湿的挥之不去的霉味。好在冬天总会过去。中考结束的那天下午，校门口停满了一辆辆豪车，光鲜亮丽的家长们翘首以盼，等着孩子们走出考场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沈离，他穿着黑色的背心，边角都已经起了毛边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，但他却毫无局促之感，懒散地靠在座椅上，一双眼睛左右寻找着什么。我喊了他一声，几步蹦到他的身边。沈离直起身子，伸手接过我的书包，单手将书包甩到背上，带着我一边向外走，一边递给我一杯东西。好完了，不饿，先喝着，等会儿回家吃饭。我接过来，杯子上印着花哨的英文字母，触感冰凉，杯身的标签被小心地撕了下来，饮料在阳光下折射出漂亮的光芒。我听旁边的人说这是什么桃桃奶绿的奶茶，在做活动，进店第100位免单，刚巧就是我。沈离笑了起来，他一笑，眉眼间的锐利就淡了许多，挑着眉，显得很得意。快尝尝好不好喝？你给我别的没有，就是运气不错，喜欢的话下次做活动再来买。我喝了一口，甜甜的味道仿佛能流进心底。沈离不知道，我曾经看到班里的女孩子手里拿着这样的杯子，在周3、周4的中午，她们会凑在一起嘻嘻笑着点外卖，花花绿绿的杯子上贴着标签，几颗水果加上牛奶，一杯就要45元，垃圾桶里扔满了只喝了2口就不要的奶茶。我跟着沈离绕过人群回家，我回过头看向那家店，窗户干净明亮，没有宣传单，也没有活动。沈离还在等我的回复，眼睛里带着笑看着我。我低头看了看那杯奶茶，过了半晌才回答道：不好喝，我不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奶茶、蛋糕、甜品我统统都不喜欢。我不好奇他们的味道，不期待他们的出现，也不需要再去买它们。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我考出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，年级第1，省里第3，很多学校向我抛来了橄榄枝。我最后选择了圣婴高中，那是传说中教育资源最好也是最贵的贵族高中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它免学费。如果我选择就读，还会给我发放一笔5万块钱的奖学金，这样就可以还清虎哥。快开学的时候，我在收拾东西，沈离突然说还有一件事没做。他拿出我的证件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带着笑意说道：债还完了，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沈离斟酌了一下，指着我的证件，眼神中充满了温柔。哥带你去换一个新的名字，你想叫什么呀？我完全没有想到沈离会说这个名字伴随了我15年，久到我也以为这个名字会伴随我一辈子，一直陷在那昏暗的杂物间里。童年记忆中的天总是雾蒙蒙的，我最讨厌冬天，因为我要早起1个小时扫雪，生着冻疮的手指在洗衣服时疼到心底。山路也很难走，沾了雪混了土，泥泞又肮脏。我妈撒着自己的证件，轻声说道：夏初吧，夏天的夏，炽热的夏。林影帝在严寒的冬日去世的，而夏初在15岁迎来了夏天。高2分文理科时，我选择了理科。老师告诉我，以我这样的成绩稳定下去，考一个985大学是没问题的。如果再努力冲刺一下，甚至有可能考上清华。还清虎哥的债务之后，我和沈离的生活轻松了很多。沈离认了包工头当大哥，像小弟一样忙前忙后的跑腿沏茶。包工头看他很上道，
也愿意带他在身边，让他学习一些技术。卖苦力的收入不稳定，有时候有活干，有时候没活干。跟着包工头，每月能稳定收入4000块。沈黎带我离开了城中村，搬进了一个旧小区。1月的租金是1200块，但是门口有保安巡逻。沈黎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不用再时时刻刻用桌子顶在门口，害怕有人踹门而入。冬天小区供暖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在冬天，一条薄被子也能让人睡得暖暖和和。新年的时候，吃完年夜饭，我坐在窗边，沈黎躺在沙发上，常年在工地干活，他的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，胳膊上满是结实的肌肉，看起来身强力壮。谁也不知道，在他年轻的身体下潜藏着多少日积月累的暗伤。我仿佛天生就学会了按摩这项技能，每周都会特意抽出时间给他按摩一次。我拿着药酒，用尽全力的给他揉开那些因卖苦力而紧绷的肌肉。年轻时常年从事这样的体力活，总归是会留下代价的。我多推揉一些，就能让沈黎在年老之后少受些苦。我一边用力推按着，一边给沈黎算起账来。我打听过了，国家有助学贷款呢，学费和住宿费4年都能贷款，而且还没有利息呢。老师说我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和勤工俭学，大学里面还有各种奖学金呢，像国家励志奖学金，1年就有5000呢。我们节省着点，足够我上完大学了。我感慨地说了一句：“真得感谢国家呀。”沈黎支着头看着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笑意。那你想好要上哪所大学了吗？我思索了片刻，然后摇了摇头。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呢，就看分数吧，分数够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。沈黎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我歪着头看着他，眨了眨眼睛。哥，等我上了大学之后，我们一起去北京吧。你别在工地干活了，国家政策这么好，我上学也不怎么花钱。你重新找个工作吧。你小时候有过什么梦想吗？沈黎顿了一下，重复了一遍梦想。他的语气中有些不确定，这个词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太过遥远而变得模糊。如今再被提起，他似乎也有些恍惚。有过吧？我好像就想当个执法人员呢。你哥我除了武术厉害点，好像也没什么擅长的。沈黎笑了起来，跟我开着玩笑。也不知道现在收不收小学毕业的人当执法人员呢？说不定我去了，还得专门找人给我补文化课呢。我不服气地说道：“哥，你去年不是还在街上抓了个小偷吗？人家还夸你是见义勇为的好同志呢。”我被沈黎养的和这个年纪的普通女孩没什么两样，正常的读书，正常的准备上大学，以后或许也会正常的毕业，然后找份工作。窗外突然响起了烟花绽放的声音。去年的除夕，我们还在那冰冷的地下室里冻得瑟瑟发抖，而今年，我们却在这充满暖气的屋子里畅想着未来。看完烟花，沈黎催促着我去睡觉。我转过身，又回头对着沈黎笑了笑，眼睛弯弯的。哥，新年快乐！冬天终究会过去，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贺延彻在病房里来回踱步，一张脸阴沉的可怕。他对着我大声喊道：“夏初，你既然没有心，为什么要招惹我？他们这些天之骄子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，一点点的委屈在他们看来就仿佛天要塌下来了一样。”护士站在门外，不敢轻易进来，只能看到贺延彻涨红着脸在那里嘶吼：“很好玩吗？看着我被你迷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吗？”我收到那封情书后，兴奋的整晚都睡不着觉。你肯定是知道的，高一的时候收到的情书里有我的一份呢。你一直都那么高傲，高中3年你只在乎学习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搭理人。班里有几个人恐怕都不知道吧？你收到的情书都厚厚一叠呢，你看都不看，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。贺延彻看起来快要哭出来了，声音颤抖着：“你缺钱，可你只给我塞了纸条，所以你对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，对不对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垂下眼睛，没有吭声。贺延彻突然暴躁起来，他指着床上的沈黎，语气中充满了恨意：“你要为了他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吗？他只是个植物人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站起来了。他就是个累赘。”啪！我狠狠地扇了贺延彻一巴掌，这是我在他面前第一次情绪如此剧烈的波动。我瞪着他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：“你不配提他。”贺延彻愣愣地看着我，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：“你打我？你为了他打我？”我看向病床上的沈黎，他现在只能靠营养针维持着生命，原本强壮的身体逐渐变得瘦骨嶙峋，看着让人心中满是酸楚。他是在你父亲的工地上出的事故，可是却没有合同，也没有保险，就轻飘飘地给了一句人道补偿10万块钱。我哽咽着说道：“他辛辛苦苦建的房子，1平方就要20万，可一条人命却只换来这么一句轻飘飘的10万。”我看着贺延彻的目光中充满了恨意，还是因为公司要上市，不方便传出舆论，不然连这10万都不愿意出呢。贺少爷，你肯定不知道吧？当时是你的生日宴，你包下了市里最豪华的酒店。沈黎和你同一天生日，一个被众人簇拥着，一个却躺在抢救室里。你说我为什么要找上你？因为只有你的钱，我拿起来才问心无愧。贺延彻神情恍惚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离开了病房。我怔怔地坐在那里，轻轻地触碰着沈黎的额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哪里有资格去怪他呢？我更恨的其实是我自己。在沈黎生日的前一天，我和他吵了一架，因为有物理竞赛，老师推荐了我，如果我能拿到奖项，就可以保送清华。
但是需要进行1个月的竞赛特训，培训费用需要2万块钱。沈离语气强硬的让我去参加，他说钱他会想办法。我说我不需要保送，通过高考也能考上清华，而且不去清华，去其他学校也可以。你说你会想办法，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又要去卖血吗？初3那年，我发高烧进了医院，沈离跑去包工头那里想预支工资，却被拒绝了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跑去了黑市卖血，一次400毫升能卖1000块钱，他连续卖了3次血，才凑够了3000块钱，就回了我的一条命。沈离叹了口气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如此无奈的表情。他蹲下来与我视线平齐，铮铮，你得给自己留下一些失误的余地啊，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抓住呢？沈离给我取了个小名，他希望我能像一只不被线束缚的风筝一样远远的高飞，飞高一点吧，过去的那些都困不住你，现在也不能困住你，你要飞向未来。可是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，我只想着要上大学，但是其实上哪所大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最想的是快点毕业，快点工作，挣到钱，然后带着沈离离开工地去大城市生活。直到现在，每当我想起那天我说的话，我的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我对着沈离大声喊道，我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，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和沈离开始了冷战，确切地说，是我单方面的不跟他说话。我知道他一向会先低头，我等着他先来向我道歉。然而我却没有等到沈离的道歉，反而等来了一个让我头晕目眩的消息。工地刚搭好的建筑突然坍塌，正在施工的5个人瞬间被活埋，其中2人当场死亡，3人被送去抢救，而沈离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包工头说是材料质量不达标才导致的建筑塌陷，我完全无法接受这个说法。我在急救室门口跪倒在地，浑身无力，心脏仿佛被死死拉扯，疼得厉害。沈离经过抢救后却不幸变成了植物人，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。我便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，又搬回了那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在护士那怜悯的眼神中默默地陪在沈离的病床前。沈离双眼紧闭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，躺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。我曾说过不想再跟他说话，而他就真的这般狠心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我竟成了这世间最大的罪人。2周后，贺延彻回到了学校，他消瘦了不少，整个人看起来沉默寡言，毫无精神。我在花园的小路上被他拦住了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还是他打破了僵局。我去看望了那几个在意外中受伤的病人，已经给去世的家属安排了工作，受伤的也承担了后续的治疗费用，还给他们发放了一大笔补偿金，包括沈离后续治疗所需的费用都由公司来承担。我提出了方案，以后工地的工人安全问题会有更完善的追责和补偿机制。贺延彻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变得低沉，对不起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接受他的道歉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6月，阳光炽热，高考来临。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，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竟有些茫然。我看到有家长捧着鲜花，踮着脚，翘首以盼；我看到有学生兴高采烈地飞奔着。恍惚间，我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人影，他穿着黑色背心，懒散地笑着。他长得很高，不用踮脚就能从人群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他等待的人。他手上拎着一杯奶茶，粉色的，右下角还印着一大片小花，与他的气质格格不入。我抿着嘴唇向外走去，心中莫名地想着，当时我应该说好喝的，那奶茶甜甜的，又香又浓，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饮料。我也应该笑起来，说我喜欢的。我怎么那么迟钝，竟然看不出沈离当时眼中的期待，也看不出那是一份庆贺的礼物。收到医院的消息时，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竟然产生了巨大的怯懦，不敢抬头去看，害怕这只是一场梦。病床上的人听到动静，转过头看向门口，屋外的阳光正好洒在他身上，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沈离只有一双眼睛睁着，面色苍白，但却显得格外温柔。他声音很轻，叫着铮铮。我瞬间泪如泉涌。医生和我站在门外，我透过门上的玻璃，目光一动不动，近乎贪婪地看着他，舍不得将视线移开。林小姐，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医生沉重地说道。病人脑内受到的创伤一直没有完全恢复，一直靠最好的机器和药物支撑着。今天情况突然恶化，心脏一度停跳，我们进行了紧急抢救。病人突然清醒了过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有所好转，他脑内的创伤并发症仍在不断加剧。医生斟酌着措辞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这就是回光返照。以现在的医疗技术，治愈的概率微乎其微，我也无法确定他这次清醒能支撑多久。医生叹了口气，你有什么话尽快说吧。我走进病房，坐到沈离的旁边，我没有跟他提及刚才与医生的谈话，而是若无其事的跟他聊起今天的天气、小区的流浪猫，还有他不在时我学会了自己做饭。沈离静静地听着，仿佛我们从未分开过一样。他听着我说话，眼睛却一直盯着我，舍不得眨一下。我高考结束了，刚刚查了分数，老师说这个成绩可以在清华挑选一个不错的专业，
我和沈离的手在被子下交握在一起，他火气旺，体温比我高很多。冬日里，我习惯性地握着他的手取暖，而现在他的手掌冰凉，反倒让我的掌心显得炽热。他怎么能瘦成这样呢？握在手里，只能感受到那僵硬的骨头。我哽咽着，再也无法假装坚强，泪水浸湿了我们交握的手指。我好想你，每天都在想你。我每天晚上都会跪在房间里，朝着天空磕头，祈求神仙能让你回来。可神仙心狠，你也心狠，没有一个人回应。心电图开始起伏不定，各种仪器闪烁着红灯，发出不祥的警报声，刺耳而尖锐。沈离努力地举起手，触碰到我的眼睛，我的睫毛微微颤抖，他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。医生焦急的脚步从病房外传来，沈离眉头的伤疤在这一刻都显得温柔无比。他的手指在颤抖间充满了眷恋和不舍，他的声音柔和到了极致：铮铮，去你的未来吧。6年后，我在一次工作中又遇到了简一鸣，他继承了父亲的公司，身着西装，气质沉稳，谈吐不凡，说话滴水不漏。当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，他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。我想了好久，才想起他是谁。没想到你会成为一名律师，我还以为你会去研究物理呢。时隔多年，往事随着时间渐渐淡去，我们也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话。简一宁开着玩笑，我记得你物理成绩最好，当时物理老师特别喜欢你，而且你性子冷淡，不爱说话。我脑海中的科学家好像都是这样的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些科目对我来说都差不多，我没有什么偏好。空气又安静了下来，我和简一宁并不是很亲近的朋友，聊了几句工作后，就再也找不到话题可聊了。简一宁说道：“听说你推迟了1年去大学报到，是为什么呢？”也没什么，那时我的状态不好，打不起精神，医生建议我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所以我就向学校申请了延迟报到。我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是因为这事吗？”简一宁含糊地掠过，但我们都清楚他所说的是谁。我垂下眼睛，没有说话。实际上，我的情况远比我所说的要严重得多。沈离离开后，我无法接受他的离去，挡在病床前，发疯似的，谁靠近我就会咬人。医生说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，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幻觉，经常自言自语，毫无征兆的流泪，大喊大叫，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在我第2次试图放弃自己的时候，贺延彻出现了，他不顾我的挣扎，他红着眼睛，声音有些哽咽，他说：“夏初，你别害怕，你只是生病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3个月后出现了转机，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把医院里的人都折腾得疲惫不堪。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礼貌地询问我是否是林小姐，对方说段先生之前给我寄了一个时空包裹，原本打算在10年后才给我，但他们的小店即将倒闭，所以只能提前将包裹交给我了，还在电话里不停地向我道歉。我打开包裹，里面装着2张车票，那是15年前我和沈离逃到这里时的车票，还有一封信，信上写着写给铮铮，旁边还画了一只小小的风筝。打开信，里面只有一句话：铮铮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害怕，天上的云，吹过的风，断歌无处不在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积极地接受治疗。1年后，我顺利进入了大学，开始过上了普通大学生的生活。5年后，我毕业并进入了业内顶级的律所，开始工作。医生说我的性格存在缺失，冷漠且偏执，可能是先天的原因，也可能是后天养成的。我笑了笑，并没有太在意。我最在乎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来支撑我，我可能无法继续走下去。于是医生建议我当律师，去体验人生的百态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，冷漠的还是热心的。我学习能力很强，逻辑也很缜密，老师都说我天生就是学这行的材料。我帮助了很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人，比如穷人、女性、农民工、外卖员等等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像医生说的那样，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确实是不一样的。我跟简一宁握了握手，简先生，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剩下的由我的同事跟您对接。我站起身准备向外走，简一宁突然开口问道：“夏初，这就是你选择的新的人生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尝试一下新的感情呢？”我回过头笑了笑，有人一直在陪着我呢。昨晚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夸奖我很乖很棒，还说我最近按时吃药了，然后给我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，让我明天尝试在公园里认识新的朋友，一起打羽毛球。所以我早早的买好了羽毛球拍，满心期待着明天的到来。